哎，你老点我啊！直接是冷到爆，好吃。下一站，山城重庆。现在是半夜的2点多，我们刚刚到达重庆，在这里吃我们的第一餐。这个餐馆呢，就是在我们酒店的附近，大概是走几步路就到的了，非常的近，而且很好吃。整个中国这里，我们的早餐都是由酒店包的。那么东西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它的卖相都是很不错的，都是有一些肋排呀、炒饭、炒河粉，还有一些鸡蛋之类的。你看它样子很好看，是不是？但其实吃起来味道真的没有很好。因为是来中国的第一天，所以大家都很兴奋，食物拿了很多，可是我们之后都后悔了。好，现在就是来到传说中的解放碑，也不是，就是那个你在小红书会看到有，就是你以为你在底楼，可是你是在22楼的那个地方，它就是长这样子。刚刚的片段就是从我们酒店22楼走出来之后看到的一个 area， 从那边出来其实是可以通往市中心的，听起来好像很近，但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走一段路的。然后路上就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重庆小吃咯。然后我们就来到这间巧克力博物馆，它其实是连着一间手信店。这里呢，我在试他们给我试喝的米酒，可见我没有很喜欢。那他们呢，在这里已经很久了，差不多所有的酒都被他们试了个遍。大人在买酒的同时，3个小瓜自然也有他们的东西在忙。这里是重庆的18梯，也是叫好吃街。它这里到处都是楼梯，还有各种不同的主食，各种不同的小吃，还有很多不同的饮料。那我们的午餐就是选择在其中的一条小巷，然后叫菜吃饭。来到这里才发现，他们这里吃饭是没有给汤匙的。那么习惯用汤匙吃饭的我，觉得真的很麻烦。吃饱之后，我们又开始去寻找一些饮料店。我们来3层步道爬山了，开心吗？终于来到传说中的洪崖洞，你看这里呀，你是不是以为这里是底楼嘞？不是哦，这里其实是11楼。那么我们需要走一个大圈才可以去到1楼集合。来都来了，怎么能不体验重庆的特色民族写真呢？等它晚上亮灯之后，你会发现这里的人潮跟刚剛我們來的時候對比，真的是不要太多人了。點解佢嘅飯嘅 texture 同埋你嘅 corn 嘅 texture 係一樣？假啊！今天都不敢拿東西吃。哎，我個蛋都未食。We will try tomorrow。佢又有 cereal。唔飽啊嘛。吃完早餐过后，现在我们要出发去第一个景点。那这个是我们的专车，我们在重庆这几天呢，都是会坐这辆车到处去玩。今天的第一站，我们来到这个龙门号老街，这里的建筑物都是比较有年代感，还有英式风格的。在这个地方，不管你站在哪里，拍出来的照片都很好看。而且重点是，你还可以拍到这个重庆大桥哦。这里的建筑物虽然很美，但是它是没有开放给游客参观的。拍完照之后，我们又继续爬楼梯了。走下就来到一条很有新年气氛的街，当然还有楼梯啦。这里是夏号里，它其实就是在龙门号老街的对面。这里跟龙门号有什么分别呢？就是这里会有很多店，然后还有一些 cafe 可以给你吃东西的。爬完一早上的楼梯之后，我们现在来吃午餐啦。那它这里的菜都是这样子小小一锅的，有点像百味小碗菜那样叫菜吃饭。你看这里我们都在大口干饭，就表示这里的食物味道还是不错的咯。这里是北昌文创街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市集，然后有很多的原创 creator 会在这里摆档，比如说有一些锁匙圈啊、bag 啊，
或者magnet这种可以原创的东西都会在这里卖。其实这里有很多的打卡点，但是也必须要上楼梯下楼梯，我们走累了那就不去了。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火车站这里，我们要坐那个火车去离子巴站，就是去拍那个传说中的吞火车的那个 view。然后呢，就每个人需要买这张卡，一张卡是2块钱。现在就是在排队，然后导游就是叫我们排前面，就是看一下那个景。可是，好像是有东西挡着，我们就看不到啦。But then 还是希望可以看到，耶！离子坝站到了，右侧车门打开前，请不要触摸车门，以防夹伤。我们穿墙出来了，结果 is nothing much amazing， 就是一个普通的地铁站。係啊，你冷電我啊！晚餐方面，我们就来吃这个麻辣火锅，因为我们的司机说来到重庆不吃麻辣火锅就等于没有来过重庆哦，所以当天我们就安排上了。虽然我们叫的是鸳鸯火锅，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吃清汤的那个，因为那个麻辣汤我们已经叫微辣了，可是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的辣，所以只有2个人在吃而已。今天的第一站，我们来到重庆人民大礼堂，在大礼堂的对面就有这个三峡博物馆，这里是博物馆的入口。那这里呢，就是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来跟我们讲解人类的进化史。那可能我本身的气场呢，跟这个历史没有很高，所以我进到来之后一直都在喊眼粉，所以呢就没有拍到很多的画面，那就只有这里啦。参观完博物馆之后，我们就来到这个人民大礼堂。那这里是需要买票入场的，会有一个小哥哥全程带着我们参观，还有跟我们讲解这整个建筑物的历史。午餐时间，我们来吃这个碗杂面，其实它是路边的一个小店，然后它就是有很多的椅子。桌子不够的话，就是在这个板凳上面吃面啦。午餐过后，我们就来到这个磁器口古镇。那它这里有卖很多的土产，包括我带回去的麻花呢，也是在这里买的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的重庆特色，比如柴鹅也是有的。现在他们在做什么嘞？就是在等待我们的司机小姐姐来载我们去下一个景点。现在呢，大家都在争取时间休息，准备出发下一个景点。现在我们在这个重庆的高铁站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松潘镇，然后我们要去九寨沟。We are at 松潘古城 right now， 在这边后面。然后这边的天气呢，看起来很热，是吧？但是这里有太阳，可是很冷，风很大，然后灰尘也很多，然后很冷，风一吹的时候是直接是冷到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看这个古城。这边很像早上的巴萨巴伊，可是就是这里的建筑比较旧，然后卖的东西上好像药材啊、小吃这种东西，然后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卖。现在我们的午餐就是来这一间东西吃，然后店就是这么的小，看就是这边，然后就只有几个位置罢了。然后我们8个人就是把这间店填到满了已经。So
这里比较多是吃牛肉，然后现在是我们在这个松盘吃的第一餐，然后这里很多食物都是牛肉为主，然后竟然很少有鸡肉和猪肉，所以我们千辛万苦就找到这一间有鸡肉的。你一擺就夠啦，我都係咁話，因為我係冇豬肉。我觉得这边的空气其实是蛮差的，所以就算没有很冷，也要把这个围巾给戴上，就是隔一下吧。风一吹过来的时候，那个灰尘真的是。现在是我们在松盘的第一晚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吃晚餐。可是那个问题是，这里很多东西都是牛肉的，绝多。在我们这里附近都是吃牛肉，然后他们是比较少猪肉啊、鸡肉这种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是我们酒店出来的一条街，然后这里是有很多东西吃啊，然后这里有汤锅，就是火锅，也是牛的，然后这个串烧也是火锅，可是不懂有没有牛。这个盐哥面馆。手工刀削面，那边刀削面，哦，有这边刀削，但係佢嘅鋪頭太細，冇可以坐我哋。還有四川菜，不過也是有牛肉。最后我们放弃挣扎了，还是选择吃这个串火锅店。今天我们的汤底也是没有什么新意，依旧是番茄汤和麻辣烫。这个人一直。现在几度？减3，负3度。好像是不是？哇！我们现在来到九寨沟景区的下面，然后现在目前是负3度，我觉得应该是负3度，我看一下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九寨沟的入口，我们在排队等进场。之后呢，会有一个观光巴士载我们到景区。去完九寨沟之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坐高铁回到成都 check in 酒店。简单记录一下我们 hotel room 的 room tour。成都第一天的行程依旧是靠我们11号巴士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走路去到一个 mall 那里，就是要去找中国的 Pop Mart。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古庙这里参观拜拜。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刚好在附近，小红书看到人家拍照蛮好看就过来了。可是因为行程紧凑，所以我们拜拜就走了。下一站是东郊记忆，它其实和之前的文化市集差不多，只是这里呢，它是以前一个工厂改造而成的，所以就会有很多商店和不同的打卡点。下一站我们来到宽窄巷子，那我们来的时候其实不懂这一条街其实离我们的酒店很近，其实走路就可以去到了，大概是需要走个5到10分钟。其实我们去的这些古镇呢，其实都是大同小异，食物也没有很好吃，还是要去店里吃比较靠谱。在这里写了，希望事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。
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把它连上那个桥。现在他们去了看变脸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在这个美食街里找东西吃。这个是我40元的鸡饭，白斬雞、燒鵝，然後有幾條菜跟這個不知道是什麼來的，然後還有送一個這個紫菜湯吧。好吃。这是这个肉。今天我们来熊猫谷这里看熊猫，在这个区域，它其实像是一个围起来的小森林，让熊猫可以自由活动。所以基本上看不看到熊猫，其实还要靠一点点的运气哦。有一些熊猫呢会有自己的独立单间。看完熊猫之后，司机就带我们去一间他推荐的餐馆。Are you cold? Yeah.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个样子呢？是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景区之后，天气异常的冷，而且风也很大。最后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冷了，所以我们的司机就帮我们问老板可不可以给我们安排一间房间。吃完午餐过后，我们就来到这个都江堰景区。这里有2个看点，一就是这个桥，还有传说中的蓝眼泪。看完之后，我们又继续走路来到这个仰天卧广场看巨型熊猫。晚餐时间，今天我们吃鸡毛店。这里的食物很好吃，我们又2刷了。我们就是要去那个码头坐船去看乐山大佛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这个乐山这里。然后这个温度呢，跟昨天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的衣服跟我们去九寨沟的装备是一样的，所以大家都是在穿羽绒服、帽子，还有戴手套。谢谢。我们已经换了这个票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去坐船。然后我们船呢就是蛮大的，就是这样子的一种，有点像游轮的那种，坐到过去那边看那个大佛。我们穿他的救生衣，然后上了这个船。感谢您的配合。西南风湿地，宾大渡河，清江、岷江。今天午餐吃软面，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但吃起来还是不错吃的。吃完午餐，我们就去到这个苏基古镇这里逛。结果第一站我们就买了这个烤榴莲去来试试看，可是感觉中国的榴莲没有那么的香。司机把我们送到峨眉山之后，天就黑了，没有车的我们到处黑黑，根本找不到东西吃，所以就吃外卖。我们现在要上峨眉山，这个旅行巴士就是要载我们去到索道 station。正当我们以为这个车程会很短的时候，没想到整个路程差不多2个多小时，而且整个路都是山路18弯。整个车程我们就是这样睡觉咯，睡着上山。更糟糕的是，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天气会那么冷，是我们整个中国之旅最冷的一站。还没完，原来我们还需要爬楼梯上去才可以去到索道，并不是一下车就到了。终于是让我们上到了金顶，见到了佛像。上来的路上，这个 cable car 是会穿过云海的，可是当下没有想到，就没有记录到。下一秒，我们已经在飞机上回着马来西亚了。就是这样，我的 vlog 没头没尾的来到尾声了。那么中国四川 vlog 就到这里，下一站会是哪里呢？